叶晨感觉自己的大脑在这一瞬间已经有些短路了。如今看来，周良运大概率是受人安排才会出现在金陵，而安排他的人很可能就是自己那个已经去世20年的父亲。这也让叶晨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压迫。父母当年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，不但惹来杀身之祸，甚至还要在出事之前就为自己谋划这么远这么多。当年父母出事时，唐四海在第一时间把自己保护在福利院里，这就是父亲早就做好的安排。可没想到他竟然还安排了这个姓周的人在差不多20年后前往金陵为自己布了一个局。想到这里，他又再次拿起电话给宋婉婷打了过去。他还有一个问题，急需与宋婉婷确认。电话接通，宋婉婷在电话那边恭敬地问道：叶大师，刚才发给您的资料您看了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看了。叶晨道：没什么问题，我只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跟你确认一下。宋婉婷连忙说道：叶大师请讲。叶晨道：就是当初我岳父失手打坏的那个玉壶春瓶，你还知道他是怎么到吉庆堂的吗？是吉庆堂自己收回来的，还是别人放在吉庆堂寄卖的？宋婉婷沉思道：那个玉壶春瓶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周经理收回来的。他刚入职的那1个月里，帮吉庆堂收回不少古董，不过大多数都不太出彩，虽然谈不上打眼，但东西普普通通，也没有太大的利润空间。那个玉壶春瓶算是他收回来最好的一件古董了。叶晨喃喃道：原来就是他收回来的，那他有说这东西究竟是从哪里收回来的吗？宋婉婷想了想道：当时他说那是他一个以前一起做古董的朋友缺钱才转手的，而且价格确实也比较合适，市场价大概能拍到400-500万的样子，甚至也有拍到500-600万的前置。不过当时那个人的报价也还没到400万，我觉得还是稳赚不赔的，所以就让他收回来了。我明白了。叶晨兀自点了点头，这个结果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。如此看来，这个周良运专门去到金陵，并且到吉庆堂应聘，还把那个玉壶春瓶低价引入吉庆堂，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得到九玄天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九玄天经难道是父亲留给自己的吗？父亲当时如果就已经得到了九玄天经，那他为什么没有修炼其中的功法呢？想到这里，叶晨不禁陷入困顿。此时电话那头的宋婉婷关切地问道：叶大师，你怎么忽然对那个玉壶春瓶这么上心？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？叶晨连忙道：没什么问题，就是忽然想到了这件事情，想弄清楚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：婉婷，我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，就先不跟你聊了，等改天回金陵之后再说。宋婉婷猜出叶晨肯定是在求证某些事情，但见叶晨并不想明说，他也非常识趣的没有追问，而是恭敬道：叶大师，您如果有任何需要或者是任何疑问，随时给婉婷打电话。没问题。叶晨向宋婉婷道了声谢，便挂断了电话。林婉儿见他满脸疑惑，忍不住问：公子现在因何困扰？叶晨坦然道：方才忽然又想到一点，当时那九玄天经看似是一本书，但其实又不像是一本书，而且在我拿起它之后，它很快便自己化成了齑粉，里面的内容却莫名其妙的全部印到了我的脑中。顿了顿，叶晨又道：如此说来，是不是意味着这九玄天经本身就只是一次性的东西，注定只有一个人才能够得到其中内容？林婉儿不假思索地点头说道：应该就是公子猜测的这样。叶晨又道：
那既然如此，我发现他的时候，玉壶春瓶刚刚碎裂，而他还没有化作粉末，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，在我发现他之前，并没有其他人看过其中内容？林婉儿想了想，道：奴家觉得不能说没有人看过其中内容，奴家感觉更像是其他人想看却看不到。说着，林婉儿又道：从公子大舅的口中可以知道，公子的父亲当年在得到九玄经序的时候，整个人如获至宝，废寝忘食地研究其中奥秘，所以奴家以为他没理由在研究了九玄经序之后，得到了更深一层的九玄天经，却偏偏不去研究，而是直接将它留给了公子。叶晨赞同地说道：没错，按照正常人的思维，既然那是一本书，即便它是再好再难得的书，自己也可以先看了之后再传给自己的儿子，或者是把其中的内容教授给自己的儿子，完全没理由自己看都不看，直接放起来，等到20多年之后给自己的儿子去看。林婉儿点头道：所以奴家以为这其中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公子的父亲当时虽然得到了九玄天经，可他却无法得到其中内容，这就像一道他解不开的谜题，于是便想办法留给公子来解。叶晨道：你的意思是说，那九玄天经上本身因为有着某种限制，以至于我父亲即便得到了它，也看不到它其中的内容，只有我能够得到其中内容。对，林婉儿笃定地说道，奴家觉得一定是这样，或许是公子的命格更强，所以才能得到九玄天经的认可。叶晨反问：都说我是龙格，那我想问，龙格是天生的吗？当然，林婉儿不假思索地说道，命格是出生那一刻便注定了的，公子自然生下来便是龙格。叶晨又问：那既然我生下来就是龙格，为什么我父亲要安排我一直等到27岁的时候才能够得到九玄天经？林婉儿想了想，道：公子不是说自己之前是龙困浅滩的格局吗？多亏了赖家传人帮你破了这个困局，说不定就因为公子你当时一直处在龙困浅滩的过程中，所以公子的父亲一直在等公子破了这个困局。叶晨喃喃道：可是周良运并非一直待在金陵等着我打破困局，他是在事发1个多月前才来金陵的，那也就意味着他来金陵的时候就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。可是我父亲已经去世20年了，他又不是像你一样的神算子，他怎么能在20年前就知道我要到27岁的时候才能冲破那个困局？林婉儿不由得皱紧眉头，他思忖良久，才道：公子方才所言甚是，奴家虽然无意冒犯，但是您父亲在20年前不可能对20年后的事情算得这么精准。叶晨又道：当初我在叶灵山见到赖老爷子的时候，他说他是受我爷爷请求才到燕京为叶家挑选了叶灵山这个风水宝地。这件事情我也与我爷爷以及多方求证过，当初叶家时运不济，爷爷确实到处求人，最后才求到赖老爷子那里，所以我能破掉龙困浅滩之局，这应该不是我父亲提前安排好的。林婉儿追问：那赖家传人有没有告诉公子，公子这个龙困浅滩之局究竟是何时形成的？叶晨回想片刻，说道：按照他的说法，应该是我结婚时形成的。林婉儿疑惑道：那时候就更搞不明白了，公子今年28岁，从生下来一直到23岁那年都是龙格，并且不曾被困，那周良运为何不在23岁之前把九玄天经给公子呢？叶晨感叹道：是啊，我也想不明白，而且我更想不明白的是，我23岁之前周良运没有出现，接着我结婚，
无形中陷入龙困浅滩的困局之中。4年后才由赖老爷子破除。周良运为什么能这么精准地把握住时机？从赖老先生告诉我的时间节点里可以确认，他彻底破除龙困浅滩的困局之后，我紧接着就得到了9玄天经。这也就意味着周良运知道我什么时候能破除困局，所以他在我困局破除之前的1个月就来到了金陵做准备。林婉儿惊呼，看来他一直在关注叶家，关注着公子，甚至一直在关注赖老先生的一举一动。叶晨不禁感叹，现在看来，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就必须要找到这个周良运，他一定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林婉儿赞同地说道，找到他是关键，不过还有一件事情，奴家想让公子跟公子的岳父确认一下。叶晨问他，我岳父需要跟他确认什么？林婉儿认真道，需要跟他确认一下，当初在吉庆堂时，那玉壶春瓶究竟是怎么碎的？叶晨道，是他手滑摔碎的。林婉儿反问道，可公子当时不曾亲眼见到他手滑吧？叶晨点点头，确实，这是他跟我说的。林婉儿道，如今看来，当初那个玉壶春瓶破碎，是公子后来得到9玄天经的关键，就像是引爆炸药的唯一引信。所以奴家以为，这么重要的触发条件，不应该寄希望于公子的岳父手滑与否。所以这玉壶春瓶究竟是怎么从公子岳父手中滑落摔碎的也非常重要。到底是周良运故意使了计策，还是这玉壶春瓶自己摔的？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，欢迎观看订阅。